亡灵被仙界之气牵引，身体慢慢升高，他感觉到一层厚厚的云层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。当威压降临时，环绕他体外的仙界之气立刻闪烁光芒，打开了通道，让他顺利通过。穿梭云层时，亡灵感到心惊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一旦触碰云层，定会立刻死亡。这便是天威凝聚的力量。亡灵深吸口气，目光闪动，他思考着，如果本尊在此，能否承受云层的压力。很快，他顺利通过了云层，心情澎湃起来。他看到了真正的星空，这是他第一次以肉眼亲身体验。浩瀚的星空，璀璨的光芒，让他有种海阔天空任飞翔之感。他低头看时，朱雀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，随着自己不断的升高，朱雀星越来越小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从朱雀星内飞出5道光柱，光柱内有5人，除了3人外，其余2人和亡灵一样，都是望着脚下的朱雀星，好似有了些许感悟。亡灵察觉自己体外的仙界之气牵引着他向他们靠拢，最终6道光柱形成一个6角形图案。亡灵一眼就认出5人中唯一的女性，正是雪域国的天之娇女红蝶。亡灵神色平静，不动声色。红蝶没有见过她的真容，她不担心被认出。另外4人中，一个身体强悍之人，上半身赤裸，露出骇人的肌肉，看起来不像修士，反倒像武者。亡灵看到此人眉心的斧子形状，确定他是巨魔族中人，身份不低。还有一人好似少年，但眼神露出无情的嗜血之色。亡灵只看一眼，便收回目光。此人的气息与亡灵本尊较为相似，但比之本尊要差上一些。若是本尊在此，凭着煞气足以压制此人。最让亡灵瞳孔一缩的是最后的2人，尤其是那个白发老者，他闭着双眼，背着双手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但却有种随意之感。此人在亡灵看来时，忽然睁开眼睛，对亡灵微微一笑。亡灵深吸口气，这5人每一个都是高手。在亡灵观察5人时，除了中年男子一直喝着闷酒外，其余4人也在相互观察，始终没有人说话。亡灵忽然有些感悟，原来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然成为了一介高手，能从朱雀星中脱颖而出，去仙界之门。亡灵微微一笑，在这一刻，他有些自豪。当年的山村少年，谁又能想到可以走至今天的一步呢？回想前尘种种，亡灵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，这一切都是在一次次生死危机的历练中换来的。从这几人的眼神中，除了中年人与老者面无表情之外，从其余3人身上，他看不到轻蔑之色，有的则是一丝若有若无的防备。不久，亡灵眼前出现了一扇巨大的金色光门，这门之大无法形容，站在他脚下，人显得微不足道。门上刻着一个巨大的雨字，这是古神图斯记忆中提到的雨之仙门。然而，门上有一个手印，手印周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。在仙门之下，有许多破碎的平台，上面已经站了一些人，他们各自占据一块平台。当亡灵和其他5人到达时，6角形图案崩溃，他们被一股力量弹向不同的平台。亡灵落在了一个约10丈大小的平台上，其他人也选择了附近的碎石停留。亡灵观察四周，发现这些平台质地相同，有些边缘痕迹可以完美对接。他猜测，在仙界未破碎前，这里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平台。看着仙门上的手印，这个手印的力量足以在仙门上留下裂缝。亡灵不禁感叹，这是怎样的神通如此强大？随着更多人的到来，平台变得不够用。一个黑衣青年因为没有平台，试图与一个白发老妪共用一个平台，却被老妪强硬拒绝。青年忌惮地退到另一个平台，那里坐着一个中年人，对新来的人毫无在意。不久，又有人飞来，一个化神初期的修士，他选择了朱雀星众人所在的平台。他首先尝试与巨魔族男子共用平台，但被拒绝。然后他转向红蝶，但发现红蝶是化神后期，不是他能招惹的，于是离开。最后，他选择了亡灵和那个嗜血少年的平台，犹豫后放弃了少年，选择了看似柔弱的亡灵。那人站在亡灵的平台，要求亡灵离开。亡灵平静地看着他，右手一挥，一个手镯化作一只庞大的雷蛙。那人失声惊呼：雷蛙，这是一种强大的妖兽。雷蛙出现后，立刻吐出一个巨大的雷球，那人勉强用阴阳法轮抵挡，但受伤后退。雷蛙吞下雷球，谨慎地盯着那人。亡灵内心惊讶，每个化神修士都有各自的神通，尤其是能来到这里的人。那人的阴阳法轮显然非常有效，即便是雷球也能化去大半。雷蛙本身相当于化神期修士，虽然与化神后期有差距，但对付化神中期绰绰有余。那人飞出很远，忌惮地看了雷蛙一眼，苦笑着对亡灵抱拳，不再争夺平台，而是悬空盘膝打坐。亡灵内心惊奇，不知这人的胸襟是真是假。其他人看到这一幕都沉默不语，但目光中露出防备之色。突然，仙门内传出呼啸之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最终几乎与奔雷相媲美。仙门缓缓打开，金芒四射，驱散了周围的黑暗。随着仙门的开启，所有修士纷纷飞入其中。亡灵没有急于进入，而是等其他朱雀星的人进去后，才不慌不忙地飞入仙界之门。进入仙界之门的瞬间，亡灵感受到一股庞大的气息，
如同风暴般咆哮而出，这气息并无杀伤力，只是从所有修士身边吹过。随后，仙界之门缓缓关闭。与此同时，亡灵面前浮现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玉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抓住玉鼎收入储物袋内。他知道这个玉鼎名为回，在特定区域只需心念一动，大约1炷香的时间就能成功记起，然后可以离开仙界，回到所属修真星。亡灵收起玉鼎后，抬头远眺，只见远处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修士们纷纷投身其中，消失不见。他随即纵身一跃，冲入漩涡，身体很快被漩涡吞没。在漩涡中，亡灵感受到仿佛从高空坠落的失重感，眼前尽是刺目的强光。尽管如此，他紧咬牙关，坚持不闭眼，终于目睹了一幕令他终身难忘的景象。他的脚下是一片片晶莹剔透的碎片，这些碎片呈圆形分布，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摔碎在地。这些碎片正是曾经辉煌的仙界，如今已经破碎，仙气消散，只在某些碎片上残留着些许。亡灵的身体急速下坠，碎片在他眼中迅速放大，最终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落在了边缘的一处碎片上。落地的瞬间，他迅速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铜铃，这是他在炼化古神之地时获得的上古修士3宝之一，能够幻化大小，困住敌人。站在这片废墟之中，亡灵心中充满了震撼。这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，地面上满是枯草，远处的高山只剩下一半，切面平滑，显然是被人用法力生生切开。山下的一些宫殿已经坍塌成废墟，山峰的另一半砸在宫殿之上，形成了一大一小的子母连山。地面上随处可见深不见底的大坑，有的地方还散发出丝丝白气，飘向半空。这是一个死寂的世界，这里就是仙界。亡灵喃喃自语，尽管他早已知道仙界已灭，但当他真正站在这里时，仍然难以置信。在上古时期，修为达到化神的修士可以感受到仙界的召唤，进入仙界修炼。仙界对于所有修士来说是圣地，神圣不可侵犯。然而现在，亡灵望着四周，沉默了。过了许久，他深呼一口气，目光落在远处的宫殿群，身子一动，向前飞去。尽管看起来不远，但飞行中亡灵发现天空中有一股看不见的阻力，使得飞行速度难以提升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他终于来到了宫殿群所在之地。近距离观察这些废墟，亡灵内心极为震撼。从这些废墟中，他可以想象当年的仙界是多么富有。这些搭建成宫殿的材料居然都是灵石。虽然亡灵也曾见过以灵石搭建的阁楼，但与眼前的废墟相比，就如同天地之差。这宫殿群的规模之大，一眼望不到边界。尽管现在处处是废墟，但可以想象当年这里是多么令人震惊。然而，经过悠久的岁月，这些灵石已经全部失去了效用，甚至很多地方用脚一碰，便立刻化为碎末，消散一空。亡灵轻叹，这就是仙界吗？走在废墟之中，他不由得沉默起来。这里没有他想要的仙界之气，有的只是一股悲哀之感。在宫殿群的正中央，亡灵停下了脚步，他惊骇地望着前方，那里一大片区域深深地凹了下去。仔细一看，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手掌印。亡灵为之震撼，在看到这掌印的瞬间，他脑中立刻想到了与之仙门上的那个手印，一掌之力便可使得这方圆无数里立刻塌陷。若是在朱雀星，亡灵自认也可以做到，但要知道这里是仙界，仙界的一切都要比修真界坚硬无数倍，而且此地居住的都是化神以上吐纳仙界之气的强大修士存在。如此一来，这掌印确实有些恐怖了。亡灵在此掌印边缘位置蹲了下来，右手在其上一按，顿时一股死灭之气蓦然间从其内扩散而出，顺着亡灵手臂瞬间流入。亡灵生死意境顿时运转，许久之后，眼中骇然之色更浓。刚才他发现这掌印之内还有残存的一些气息，于是便轻声感悟了一下，但越是感悟，他便越是知晓对方的强大。站起身子，亡灵抬起右手，隔空按在掌印之上。许久，他微微摇头，绕过此地，继续在废墟内行走。在这废墟内行走了数日后，亡灵看到了一面断裂开的石碑，这石碑上刻着几个大字：宇之第5仙王赐予天花仙士。大致是说，这天华仙士立下大功，所以这宇之第5仙王以神通之术为其制作了这片宫殿，作为赏赐。这宫殿是按照一个阵法制作，在其内修炼，可以把四周10万里内的仙气全部吸收而来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亡灵看完，心底再次震动。他虽说不知仙士在仙界处于何种地位，但显然不及仙王。区区一个仙士就可拥有如此庞大的宫殿群，那么仙王的居所又是怎样？他正要离开，忽然目光一闪，猛地转身，直勾勾地盯着那石碑。再次仔细地看了一眼，这石碑看起来平凡至极，没有任何出奇之处。但亡灵的目光却是在那些字体上一一扫过。天花仙士为何要把宫殿建在此地？而且这石碑应该是属于封碑之类的存在，是让外人可以看到之物，为何要放在这里？此地属于废墟内部，这石碑在这里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亡灵眉头一皱，他抬起右手，隔空一点，
顿时一道纸气瞬间激射而出，落在了石碑之上。立刻，这石碑上的裂缝更大了。亡灵一拍储物袋，顿时一把飞剑出现，在他的神念控制下，迅速削在石碑之上。阵阵金属碰撞的声音从石碑上传出。许久之后，这石碑终于被飞剑削平。亡灵低头看了看深深插在地面的石碑末端，眉头皱起。此物看起来没有任何出奇，但亡灵总感觉有些不对劲。他大手抓在其上，狠狠地一拽，顿时阵阵轰轰声响起。这石碑在亡灵全力之下，一点点地被拽起。随着石碑被亡灵从地面拽出，其下方的颜色变得异常，仿佛被水浸透，却无水汽。亡灵心中明了，这石碑本不应在此，而是被某位修士为了隐藏秘密而移至此处。在这片荒废的仙界碎片中，石碑下隐藏的秘密随着亡灵的发现而显露，一股清纯的仙界之气从洞中飘散出来。亡灵双手迅速隔空炼化这丝仙气，将其凝聚成一滴米粒大小的紫色结晶体。这结晶体蕴含的灵力之强，令亡灵震惊。然而，他的行动引起了一名青山修士的注意。这名修士声称，此地是大罗剑宗3000年前发现的，威胁亡灵停手，否则将遭到追杀。亡灵不为所动，冷笑一声，右手一甩，手腕上的铜圈化作一只青色大蛤蟆雷蛙。雷蛙吐出雷球，向青山修士轰击而去。青山修士面色一变，拍剑迎敌，剑气与雷球相撞，剑气强横，将雷球撕裂。但这一击也让青山修士受创，他强行压制伤势，继续攻击。亡灵趁机将仙气凝练完毕，收入储物袋，然后冷冷地盯着青山修士。他知道石碑下镇压的是宫殿群阵法的一处阵眼，虽然阵法已破碎，但仍能吸收游离的仙界之气。大罗剑宗显然是知情者，他们以石碑镇压，定期采集仙气。亡灵决定做绝，右手按在洞口，捏碎残存的阵眼，断绝了大罗剑宗的仙气来源。青山修士见状，再次挥动宝剑，发出更强的剑气，然后立刻逃走。亡灵目光一闪，眉心黑芒闪烁，化作游魂冲向剑气。雷蛙也再次吐出雷球，与剑气相撞。亡灵从储物袋拿出一杆劲幡，化作黑雾，将它缠绕，冲向青山修士。青山修士逃走时，发现亡灵轻易化解了剑气，心中震惊。亡灵面色平静，认识到能进入仙界之门的化神修士都不能小觑。他以劲幡包裹自己，迅速拉近与青山修士的距离。青山修士面色阴沉，使用秘术加速来到阵法之处，准备逃离。他心中冷笑，认为亡灵无法追上他，且他的师兄们也会帮助他报复。然而亡灵的速度极快，他的身影在劲幡黑雾中一闪即逝，再次出现时已经在青山修士即将踏入的阵法之上。亡灵迅速抛出铃铛，化作巨铜铃将青山修士扣住，随后利用劲幡的力量将铃铛和其中的人一同带回地面。亡灵盘膝坐下，双手掐印，不断打出法诀，落在铃铛之上。铃铛内传出当当之声和青山修士的惨叫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惨叫声逐渐减弱，直至消失。亡灵没有立即查看铃铛内的情况，而是选择继续炼化，以确保青山修士彻底被消灭。他将铃铛收入储物袋内，决定让铃铛的炼化能力继续作用，以防青山修士临死前的反扑。在处理完青山修士后，亡灵感到体内的灵力被雷蛙迅速吸收，他立刻补充丹药，恢复灵力。他意识到雷蛙虽然强大，但维持其力量消耗极大，以后必须提前输送灵力，以免在战斗中出现灵力不足的危险。随后，亡灵在仙界碎片中仔细搜索，但除了最初的宫殿群外，并未发现其他建筑。他用了1个月的时间查看了整个仙界碎片，除了地面上的坑洼外，没有其他发现。在一座形状如大锁的山峰上，亡灵发现了一处洞府，但洞府内空无一物，所有禁制几乎都已消散，只在一间石室外发现一丝残余的禁制。亡灵研究了3天，将这丝禁制铭记在心。在离开洞府时，亡灵发现山峰上的树木飞灰组成了救我2字，他意识到此地诡异，决定不深入探查。他相信，如果这里真的锁着一个仙人，那么无数年来必定有人尝试过解救，但山峰依旧存在，说明其中必有危险。亡灵决定离开这个仙界碎片，前往其他碎片寻找仙界之气。在离开前，他提前为驱兽圈储入灵力，并来到青山修士传送来的地方拿出铃铛。他猜测一些古老的宗派在仙界之门内搭建了传送阵，使得门下弟子能在探查过的仙界碎片间传送。亡灵对铃铛进行了最后的炼化。2天后，他认为青山修士即便有临死的反扑，也应该被炼化的差不多了。他打开铃铛，发现里面只剩下一个储物袋和一把宝剑。宝剑在打开的瞬间发出剑气，但被亡灵轻易化解。青山修士的元神藏在剑内，试图临死反扑，但最终在亡灵的炼化下，元神之力消散，临死的反扑被无形中化解。